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晚会，成为众星领奖、比美诞生名场面的聚集地。有人大胆明嘲，有人悄悄暗讽，有人则以一己之力把盛典变成了菜市场，混乱至极。那么，在光鲜亮丽的晚会上，究竟能发生多么离谱的事故呢？这里是瞎谈鱼子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些晚会上的混乱情况吧。近年来，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可看性逐渐降低，所以但凡问哪一届最无趣，下一届总能成为标准答案。不过，这个定律却在今年被狠狠打脸了，而且还是字面意思的那种打脸。当晚，主持人为了活跃气氛，便调侃威尔史密斯妻子贾达的光头像极了电影《魔鬼女大兵》中的造型，并表示自己非常期待他在第2部里的表现。虽然这番话乍一听没什么问题，但贾达是因病脱发才不得不剃成光头的。所以听到这个所谓的玩笑后，贾达立马就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以示不满。看到妻子的痛处被拿来当成谈资，威尔史密斯也瞬间从营业性微笑转化为愤怒模式，接着冲上台给了主持人响亮的一耳光。哇！刚开始，现场嘉宾们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是玩笑或剧本。直到威尔史密斯下台后怒吼，大家这才由喜转精，纷纷贡献出了表情包，并成功使得本届奥斯卡的收视率直线飙升。不过，这并不是大众第一次见识到晚会事故了。在2015年的某场音乐颁奖典礼上，李宇春直接被称作最具影响力的男歌手。虽说那些年李宇春一直走的是中性风路线，但提前录制的口播介绍都能发生这种失误，实在不免令人怀疑主办方是想借机炒话题，别有用心。好在李宇春本人也是出了名的直率，被主持人插嘴的时候淡定回击，该讨说法的时候也绝不含糊。非常专业的一个颁奖典礼上面出现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向您道歉。除此之外，台湾的各大颁奖典礼也不乏混乱场面的诞生。比如2009年在第44届金钟奖颁奖之际，周渝民凭借《痞子英雄》里的陈在天一角摆脱了之前因花泽类给大家留下的深情男儿印象，实现了演技大逆转，并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属于当之无愧的视帝热门人选。罗志祥则是靠篮球火积攒了超高人气，成为了又一位竞争力将。当时的媒体也将两人争夺视帝作为噱头，纷纷下注谁能获得殊荣。可没想到等正式公布时，赵又廷爆冷取胜，于是无数谩骂袭来。有人称他首次出演电视剧表现一般，而且不是第一男主，唯有他那个担当金钟常客的爸爸足以成为他得奖的缘由。最尴尬的是，他得奖致辞时还刻意 cue 了看台上的周渝民，顺带着表演了段比作品里更为精彩的哭戏，害得周渝民只能和罗志祥面面相觑，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事后，赵又廷爸爸还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文，看似表达的是可惜，但说白了无非就是马后炮，得了便宜还卖乖。幸好周渝民够争气，后来靠回家一举拿下视帝，清清白白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说完电视类奖项，再来看看音乐方面的大奖金曲奖。在2016年举办的第24届金曲奖上，有双 J 之称的周杰伦和蔡依林自绯闻恋情结束后罕见同框，一同作为颁奖人公布最佳国语男歌手。或许是为了安抚刚刚落选最佳国语女歌手的蔡依林，周杰伦率先打开了话匣子，和蔡依林说了句应该不会太难过吧。可没想到当事人还没多做反应，一旁担任主持的陶晶莹没头没尾的来了句抱抱，还几次3番打断周杰伦的发言。应该不会太难过吧抱安慰抱抱。显然周杰伦并不想接这个茬，转头就扯开话题聊起了健身。不料这时陶晶莹再度拱火，一个劲儿的大喊抱一下，害得周杰伦只能继续把话题拉回正轨，顺带着撇清关系，表示如果蔡依林的男友景荣没空，蔡依林可以直接去他开办的健身房。本以为这一部分就此接过，尴尬场面可以就此打住，却不料陶晶莹依旧不甘放弃，强行把2位本该下台的颁奖人留住，说了堆自以为厉害别人看疑惑的台词，吓得周杰伦火速逃离，就差把无语2个字写在脸上。但是还是要抱一下。众
所周知，华语电影有3大奖，分别是金鸡、金像、金马。其中金马奖是不设地域限制，评选对象面向所有华语电影和华语电影人的奖项。本着这一宗旨，在第53届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周冬雨和马思纯凭借在《七月与安生》中的优异表现，双双获奖，并称为双黄蛋影后。虽说结果喜人，但得奖后两人的反应却和他们以往所营造的姐妹情深并不相符。只见周冬雨在牵马思纯上台的时候，先隐隐地瞥了个白眼儿，随后又在发表感言环节猝不及防地来了句：“真的，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做电影的，我觉得特别光宗耀祖，真的。”不说不要紧，一说旁边的马思纯当即就绷不住表情了。毕竟马思纯的小姨是蒋雯丽，多年来网上一直存在各种关于她靠小姨有背景的讽刺之声，所以周冬雨的这番话在许多网友看来，仿佛是在内涵马思纯的得奖有黑幕。此外，在这场晚会上还有一位内涵高手，那就是凭借《我不是潘金莲》拿下最佳导演奖的冯小刚。发表感言时，他实夸暗讽范冰冰，示意其有站台的影响力，但没有演戏的实力。要鼓励更多的明星来帮导演们站台，用他们的影响力。不过这一届的金马奖只算得上小打小闹，无伤大雅，真正翻车的还得数第55届金马奖。早在正式开幕前，观众们就都对他倍感期待，因为担任执委会主席的李安不仅邀请到曾表态过不再参加金马奖的巩俐担当评审团主席，还集结了张艺谋、刘德华、徐峥、惠英红等实力大咖，打造了一场阵容极其豪华的电影人盛宴。可就在大家满怀激动观看典礼时，获得最佳纪录片奖项的导演突然发表了一段不合时宜还夹带私货的言论，导致现场气氛急转直下，许多明星的表情都变得严肃起来。明明是促成者的李安导演也顿时变得无所适从，只能紧握着双手，笑得比哭还难看。好在后来于前一年夺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图们老师，以及凭借《我不是药神》荣升新晋影帝的徐峥，都用4两拨千斤的气概回击了那番不当言论。随着典礼临近尾声，最佳影片奖即将揭晓。可原定和李安一起担任颁奖嘉宾的巩俐并没有如期上台，即便李安再次发出邀请，他也只是笑笑，然后婉拒，以此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那么内娱有什么史诗级的混乱晚会呢？或许此时有很多人都会想到微博之夜。作为各路偶像顶流大咖云集的盛宴，微博之夜每年都不乏热度和话题。比如2015年以《五环之歌》再度爆红的岳云鹏，被主持人大鹏临时点名，只好硬着头皮飙歌。紧接着，大鹏又出其不意的 cue 贾乃亮接唱，害得贾乃亮满脸慌张，直接把《五环之歌》变成了五音不全。哎呦，一天你会修到齐。也不知道是大鹏真的对点名嘉宾很有信心，还是纯属随机。接下来被选中的幸运儿竟然是吴亦凡。虽然他常常把 freestyle 作为口头禅，但真要他自己即兴来一段，也就只拿得出大碗宽面的水准。你看这个面，它有长有宽，就像这个碗，它有大有圆。不过他的反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语气词不够就用插科打诨来填充，偷看小抄失败就靠英文喊麦来凑。只可惜他再怎么努力，死亡 rap 的名头都已经注定。哦，这一 hear me 啊！我们在微博之夜，今天晚上很开心。时隔2年，小沈阳再度发力，用一声怒吼让台下的邓超和杨幂变成了尬笑表情包，最终把现场气氛拉到尴尬境地，把自己的演艺事业推向谷底。没有好。而在2018年的微博之夜上，挑起尬场大梁的则是 9%。当时周星驰作为重磅嘉宾惊喜亮相，主持人华少便出了个难题，让他现场试戏。或许是为了给年轻偶像多分配一点镜头，负责选人的张大大直接找了还没有经验的 9% 来演看到老婆生孩子的这种情节。第一个被点名的是小鬼，他使出了一招回拳战术。哦，孩子要出生了，不是，这是。朱正廷紧随其后，诠释了什么叫眉毛飞舞。哎，啊，这是我见过的。黄明昊则采用了捂脸大法，以为看不见就不会尴尬。抖成这样，哎呦，怎么了？激动的热泪。蔡徐坤更绝，直接演了段现场接生。
坤贴近了贾斯汀的肚子。到这里，周星驰的表情已然成了欲言又止、生无可恋的写照。偏偏张大大还没有眼力劲儿，说了句：“是我们年轻一代的新生代的偶像，向我们的顶级的前辈的致敬。”或许是为了给这些所谓的偶像一个台阶下，周星驰只能客套的夸奖，然后再一语双关。都有了，没话说了。2017年的芭莎明星慈善夜更是全场高能，尤其是在群星合影环节，苏芒不顾策划在台上大声吆喝，让人分分钟怀疑自己置身于吵闹的菜市场。哎，不行，你还得下来，还得下来，说上面太黑了，你得下来。真的太黑了。张韶涵则是在混乱不堪的场合里被冠上了抢 C 位的标签，还有章子怡露肩抢镜，外加做恶搞表情，堪称现实版钱颂伊。团的领导，最感谢的是15年来和我在一起的奋斗的。姚晨则是在双冰中间面露难色，举步维艰。于东。如此看来，人生如戏，而晚会也像剧本一样满含惊喜，只不过稍有不慎，惊喜就会变成惊吓，震撼现场嘉宾及屏幕前观众的心灵。不论如何，从易先从德，在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事，向来是明星担起榜样2字的前提。虾米酱们，你们觉得哪个晚会现场最混乱呢？你们还知道哪些在晚会上诞生的名场面？章子怡这位国际影视巨星上过不少颁奖台，留下的抓马事件也是一骑绝尘。2013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章子怡上台领取最佳女主奖，结果颁奖人张曼玉竟然拒绝颁奖。当天，张曼玉和刘德华作为颁奖嘉宾，在宣布获奖名单时就开始相互推拉。章子怡上台后，刘德华将奖杯递给张曼玉，示意让她颁奖。张曼玉却一脸抗拒的表情，直接把手放在了裙子背后，后退了几步。一时间，这奖杯好像成了一个烫手山芋，刘德华执意递出去，张曼玉坚持不接，而最想拿到奖杯的章子怡尴尬的手悬在半空中。最终还是刘德华将奖杯颁给了章子怡，才没让这场尴尬的气氛继续弥漫。对于张曼玉拒绝给章子怡颁奖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张曼玉从英雄开始就一直不喜欢加戏的章子怡，不给她颁奖可能感觉她不配。也有人解释说，金马奖的惯例是一个念一个颁，张曼玉不肯颁奖，或许是想留给刘德华表现。但不管怎么说，当天颁奖台上，张曼玉确实拒绝的太过明显，她退半步的动作让章子怡拿奖都少了几分理直气壮。还是章子怡，还是颁奖台，还是熟悉的社死现场。不过这次轮到陈道明给她出难题了。金马奖颁奖典礼之后几年，章子怡已经从领奖人走到了颁奖人的位置。2018年，她和陈道明一起出席了华表奖的颁奖现场。在陈道明你有没有拿过华表奖的询问下，章子怡顺势炫耀起了自己拿过的成绩。只见章子怡骄傲地说：“我得过3次，目前是得华表奖最多的女演员。”陈道明听后先是表示了赞扬，随后顺便给章子怡发了张答题卡，问道：“你知道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的区别吗？”章子怡一听到这个问题，瞬间气势弱了不少，支支吾吾的含糊不清，最后憋了半天才勉强说了句：“华表奖是最厉害的那个奖。”听完这句话，陈道明并没有打算放过他，继续追问：“那华表奖的性质是什么呢？”章子怡又开始眼神飘忽，不敢正面回答，最后又把问题抛给了陈道明。陈道明完全不接招，继续拆台道：“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时候，舞台上的气氛已经尴尬到极点了，每个问题都像是在将章子怡的无知公开处刑。不得不说，陈道明老师是真的刚。颁奖典礼除了尴尬事件之外，还有不少乌龙事件。2005年第16届金曲奖的颁奖现场，莫文蔚和周杰伦作为颁奖嘉宾走上了舞台，准备颁发歌王奖项。台下的粉丝声嘶力竭地喊着力宏，力宏的声浪，周杰伦立马打趣说让王力宏直接上台领奖得了。随后莫文蔚打开信封，但由于他的普通话不标准，将黄历念成了王力，这2个字直接让现场声量爆炸了，最后的那个行字也淹没在了粉丝的吼叫声中。之后王力宏一脸兴奋地跑上台，黄立行也一脸懵地上了台。最后还是主持人陶晶莹率先回过神，告诉王力宏中奖的不是他，而是黄立行。此时尴尬的王力宏立马把手里的奖杯交了出去，飞速蹦跳着逃离了舞台，头都没回。这个超级大乌龙足以载入金曲奖史册。同样在音乐颁奖晚会上经历乌龙事件的还有李宇春。2016年3月，腾讯举办了音乐巅峰盛典，当晚大屏幕上的 VCR 把李宇春的奖项错念成了最佳男歌手。虽然李宇春还是有风度的走上台领奖，并且完成了完美的表演，但在后台采访时，他略微有点生气地说：“
这样的错误应该向艺人道歉。随后，官方也立刻发了微博向李宇春致歉，这件事才这么过去了。还有一种口误是自己口误，陈飞宇就曾经因为口误闹过一个大笑话。陈飞宇是娱乐圈比较知名的星二代，刚出道的时候借的就是父亲陈凯歌的大名。陈凯歌这个名字让陈飞宇出道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获得了不错的资源。然而陈飞宇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终于在娱乐圈95后小生中有了一席之地。2019年的某次盛典上，陈飞宇获得了超级 P 新人演员奖。领完奖之后，陈飞宇按照惯例发表获奖感言，感谢完粉丝和提拔他的人之后，他准备感谢一下父亲陈凯歌。只见陈飞宇卯足了劲，开心地冲陈凯歌大喊了一句话：“爸，我希望2年以后别人能说我是你爸。”此话一出，瞬间逗得台下的嘉宾前仰后合，胡歌更是笑得鱼尾纹都出来了。反应过来之后，陈飞宇赶紧说：“不是，说错话的样子也是很可爱了。”要论其口误最多的主持人，莫过于朱丹了。他直接凭一己之力搅和了沉寂许久的内娱。在那年的某盛典上，朱丹上演了史诗级的黑色3分钟。第一个遭殃的是张丽娜，朱丹把张丽娜的名字念成了周丽娜，随后火速纠正，还算是及时。接着朱丹接连采访了景甜、倪妮2位，都没出错。可没想到，从古力娜扎开始，朱丹就彻底放飞自我了。一句猝不及防的迪丽热巴喊愣了娜扎。娜扎温柔提醒是娜扎，不是热巴。朱丹赶紧道歉，为了掩饰尴尬，他又拖着长音喊了一句骚奥瑞，这独特魔性的发音直接让倪妮差点绷不住，在一旁努力憋笑。接下来艺人们都惴惴不安，生怕自己被叫错。周冬雨在朱丹说名字之前抢先介绍了自己，侥幸逃过一劫。而周笔畅就没这么幸运了，只见朱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说出了3个字丑笔畅，随后的迪丽热巴本尊更是惨，被叫成了娜扎。听到朱丹又叫错了，娜扎赶紧向热巴投去了一个同情的眼神。距离上次口误之夜仅过去1周，在风格时尚大典上，朱丹老师再次将陈立农喊成了赵丽农，而且这次还是照着手卡念的，念了2次。气得陈立农的粉丝在台下纠正他，他还迷茫地望了一眼，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随后陈立农很有礼貌地回答了朱丹的问题，并没有再提叫错名字的事。后来朱丹频频叫错艺人名字的事持续发酵，网上舆论愈演愈烈，朱丹不得已只好以一孕傻3年的说法来调侃自己。但网友们并不买账，毕竟作为专业的主持人，还是要保持住自己的业务水平。古力娜扎刚结束被朱丹叫错名字的尴尬不久，又自己凭实力难堪了一把。在2019年妈妈颁奖盛典上，古力娜扎作为中国新人代表，为最佳独舞表演颁奖。舞台上的娜扎看起来光彩照人，十分惊艳，往内一站就是纯纯的大美人。本来一切都很美好，可没想到全被一声穷哈给打破了。这一口塑料的英语发音引起了无数吐槽，网友们调侃道：“明明是千娇百媚的大美人，怎么一开口那么憨？”后来娜扎发文解释，当时现场气氛太热烈了，在舞台上什么都听不见。再来看看业余主持人董又霖。2019年9月份，某盛典在上海开幕，董又霖首次作为红毯主持人开场。他一身西装，穿得笔挺，看起来容光焕发，然而实际操作却是一言难尽。董丽说：“我一天拍15小时戏。”董又霖回他：“那还好吧。” RESC 出场的时候，董又霖远远的就喊：“一台车赛11个人呢，违规！”介绍偶像作品的时候也出现口误，我的偶像井柏然的最新电影作品《风中有朵云做的云》，井柏然内心 OS： 云做的云。最尴尬的是邓伦上场的时候，当时董又霖是金晨的现任，而邓伦又是金晨的前任，现任碰见前任，必定是一场大戏。只见2人恭恭敬敬地握了个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节目结束之后，董又霖因为频频卡壳的舞台事故和时不时冒出的淋言淋语，被网友们疯狂吐槽，而他本人也是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并在网上发文道歉。最后说说海清，要问2022年上半年的热梗有什么，那你是我的神必然排得上号。前段时间，一段海清多年前为欧豪拉票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视频中，海清单膝下跪，中气十足地对着欧豪喊道：“今天晚上我是 V 神，但此刻你是我的神。”欧豪听完愣在原地几秒，才将海清扶起来。连汪涵与何炅这种经验老道的主持人都被这场面震惊到目瞪口呆，何炅更是尴尬到在后面吃起了手。这段视频一出，立刻出圈，网友纷纷记住了海清这热情的示爱方式，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海清模仿潮。其实这不是海清第一次社死了。此前某场颁奖典礼中，作为颁奖嘉宾的海清要为郭敬明颁奖，只见海清贴心地脱下了高跟鞋，解释道：“主办方说有很多女演员都想给小4颁奖，但是必须脱鞋。”郭敬明内心 OS： 大可不必。如此看来，
颁奖典礼真的是有够热闹的，一个比一个社死，一个比一个刺激。虾米酱们，你们知道娱乐圈还有哪些颁奖典礼上演过尴尬时刻吗？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关注点赞我，酱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我们下期再见吧。